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暖心的故事，关于一个来自湖南农村的姑娘小云。她从小缺爱，但最后在台湾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小云是我去年认识的一位特别懂事的姑娘。第一次见她时，她穿着简单的护士服，清秀的面容透着一股坚韧。聊天中得知，她从小生活在湖南一个偏远山村。7岁那年父母离异，爸爸再婚后就再也没有管过她。每次说起这段往事，小云的眼睛里都会泛起泪光。我从小就特别羡慕村里其他小朋友，他们都有完整的家。小云说着，眼神暗淡了下来。记得小时候过年，看着别人家孩子有爸爸妈妈陪着放鞭炮、吃团圆饭，我就躲在屋里偷偷哭。要不是爷爷奶奶把我拉扯大，我真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。好在小云没有被环境打垮，反而更加努力。她凭着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护理专科学校，毕业后在县城医院当了护士。我就想着赶紧找个好人家成个家，让爷爷奶奶享享清福。小云说这话时，眼里闪着坚定的光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意想不到的缘分出现了。去年夏天，台湾一位叫阿红的男士通过我们平台看到了小云的资料。阿红在科技公司做技术主管，年薪100万新台币，人长得斯斯文文的，性格特别温和。丽姐，我看了小云的资料，觉得她特别懂事。阿红跟我视频时说，虽然她是大陆女生，但我觉得她的经历让她特别珍惜感情。我想认识她，说实话，我当时也有点犹豫。毕竟两岸婚姻不太容易，文化差异、生活方式都是考验。但看到阿红诚恳的态度，我还是决定帮他们牵线搭桥。第一次视频见面时，小云紧张的手心都在冒汗。阿红哥你好。她怯生生地说，谁知阿红一开口就把气氛搞活了。小云妹妹不要紧张啦，我看你的照片觉得很有缘分，希望能多认识你。就这样，他们开始了每天的网上聊天。阿红总是很细心地问候小云的工作和生活，分享台湾的趣事。慢慢的，小云发现阿红跟她想象中的台湾人很不一样，既不势利也不傲慢，反而特别体贴。但是好事多磨，当阿红告诉父母想和小云交往时，家里炸开了锅。大陆来的女生能靠得住吗？会不会是为了钱？阿红的父母担心不已。小云知道后也很难过。我知道台湾人对大陆女生有偏见，但我真的不是那种人。面对双方家人的反对，阿红展现出了惊人的耐心和决心。她每天都会给父母看她和小云的聊天记录，让父母了解小云的善良和真诚。爸妈，你们看，小云多么孝顺，每个月的工资都会给爷爷奶奶养老。她这么努力工作，怎么会是贪图钱财的人呢？小云这边也面临着重重压力。村里人知道她要嫁去台湾，背后指指点点。哎呀，这姑娘是不是被骗了？台湾那边能有什么好？爷爷奶奶更是整夜睡不着，担心外孙女远嫁会吃苦。爷爷奶奶，你们放心，阿红对我特别好。小云总是这样安慰两位老人，等我嫁过去了，一定经常视频，带你们看看台湾的风景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交往半年后，阿红终于说服了父母，同意让小云来台湾见面。记得小云第一次踏上台湾土地时，整个人都懵了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我一下飞机就被这里的秩序震撼到了。小云后来跟我分享，排队这么整齐，大家说话都好温柔，连出租车司机都这么有礼貌。最让小云惊喜的是台湾的早餐文化。天啊！早餐店不但干净卫生，而且品种也太丰富了。她兴奋地说，豆浆现煮的，面包现烤的，连煎蛋都是现点现做。以前在老家，路边摊的卫生条件都很差，有时候还会吃出异物。阿红带着小云游遍了台北大街小巷，参观了科技园区，还去了台积电的展示中心。我以前总觉得台湾落后，没想到这里的科技这么发达。小云感慨道，而且这里的医疗制度也太完善了，看病不用排长队，医生护士对病人都特别有耐心。在台湾的1周，彻底颠覆了小云的认知。她发现自己之前活在信息茧房里，对台湾的认识太过片面。阿红带我去参观他们公司时，我才知道原来联发科这么厉害的公司是台湾的。小云说，而且这里的生活节奏很舒服，
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更温暖。见面的最后一天，阿红正式向小云求婚了，在台北101观景台上，他单膝跪地，小云，我知道两岸还有很多差异，但我愿意用一生的时间来照顾你，疼爱你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小云泪流满面地点头答应了。当天晚上，阿红的父母请小云吃饭，郑重其事地说，孩子，这段时间相处下来，我们觉得你很贴心，以后就是我们的女儿了，不要有压力。回到大陆后，小云马上开始准备各种结婚手续。丽姐，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她笑着说，虽然要办的手续很多，但想到能和阿红在一起，我就充满力量。要不要听听他们的婚礼是怎么举办的？还有小云在台湾的新生活？我看大家都听得入神了呢。去年10月，小云和阿红在台北举办了一场温馨的婚礼。婚礼不算铺张，但处处都能感受到新郎的用心。我特意选了小云最喜欢的白色系布置。阿红告诉我，而且我们还邀请了他的爷爷奶奶来台湾，帮他们办好了所有手续。婚礼当天，看着穿着洁白婚纱的小云，老两口激动得热泪盈眶。我们家小云终于找到好归宿了。奶奶拉着我的手说，看到台湾亲家对小云这么好，我们也就放心了。婚后的小云很快就适应了台湾的生活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这里的生活太有规律了，她常常跟我视频分享。早上阿红会带我去吃早餐，那些现煮的油条、手工蛋饼太香了。重点是特别卫生，所有餐具都是一次性的，厨师都戴着口罩和手套。不仅是饮食，台湾的社会制度也让小云感到暖心。这里看病真的太方便了，医保卡一刷，挂号费才几十块新台币。小云感叹道，而且医护人员都好有耐心，不会对病人大声说话。我以前在医院工作时，总是忙得连口水都顾不上喝，这边的医疗环境就人性化多了。让小云最惊讶的是台湾的科技水平，我以前总觉得大陆什么都比台湾强。她说，直到来了这里才知道，原来台积电这么厉害，全球最先进的芯片都是这里生产的。阿红他们公司的技术也很棒，经常有国外客户来考察呢。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让小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人文关怀。这边的垃圾分类做得特别好，回收站都有志工爷爷奶奶帮忙指导。小云说，公车司机会等老人坐稳才开车，超市导购也都很有礼貌。感觉这里的人都很温柔，阿红的父母也渐渐把小云当成了自己的女儿。妈妈经常教我做台湾菜，还带我去参加社区活动。小云开心地说，爸爸知道我喜欢看繁体字的书，特意给我买了一个书架，放满了台湾作家的作品。现在的小云每天都过得充实而快乐。她在家研究台式料理，学习闽南语，周末和阿红一起去野柳看海，去阳明山赏花。以前总觉得台湾很小，现在发现这里的风景这么美，人文气息这么浓厚。小云感慨道，我真的爱上这片土地了。最让小云感动的是台湾社会的包容度，这里不会歧视大陆配偶，政府还专门开设了生活适应课程。她说，我认识了很多和我一样来自大陆的姐妹，大家经常聚在一起分享心得，互相帮助。前几天小云特意打视频电话给我，说有个好消息要分享，丽姐，我怀孕了。阿红高兴坏了，天天照顾我，她妈妈还专门请了月嫂，说要让我享受最好的月子。看着视频里小云幸福的笑容，我觉得特别欣慰。这个从小缺爱的姑娘，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港湾。怀孕后的小云更深刻地感受到了台湾医疗体系的优越性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这边产检特别规范。小云兴奋地跟我分享，每次检查医生都会细细讲解，还会给我一本孕妇手册，记录各项检查数据。最让小云感动的是台湾的生育补助政策，政府不但发放生育津贴，还有免费的妈妈教室。她说，课程里教我们如何照顾新生儿，还请营养师指导孕期饮食，真的太贴心了。阿红更是化身了准爸爸标杆，把小云照顾得无微不至。她每天变着花样给我煮补汤，周末还陪我去产检。小云笑着说，现在家里的家务活都是她包了，连超市买东西都不让我提重物。婆婆知道小云怀孕后，立刻请了亲戚介绍的好月嫂。
妈妈说台湾这边坐月子很讲究，要请最好的月嫂。小云感动地说，而且她已经开始准备月子餐的食材了，说要让我补充够营养。小云的爷爷奶奶知道要当太爷太奶了，高兴得合不拢嘴。他们每天都要跟我视频，问问我吃得好不好，宝宝乖不乖。小云说，阿红已经承诺等我生产后就接2位老人来台湾住一段时间。在台湾的日子里，小云越发觉得自己以前的想法太过狭隘。我现在特别感谢当初的决定，她说，如果不是来台湾，我可能永远都不知道，原来生活可以这么有品质，人与人之间可以这么温情。特别是在怀孕期间，小云更深切地体会到台湾社会的人性化。公车上看到我挺着大肚子，阿姨叔叔都会主动让座。她感慨道，超市排队时，收银员看我是孕妇，还会帮我把东西装袋。这种处处为他人着想的文化真的很暖心。现在的小云不但适应了台湾生活，还当起了两岸婚姻的小顾问。有不少大陆女生通过我认识阿红的朋友，她笑着说，我就把自己的经历分享给他们，告诉他们台湾其实是片充满爱与温暖的土地。丽姐，谢谢你当初给我和阿红牵线。小云常常这样对我说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还在老家打拼，错过这么好的姻缘。我现在每天都觉得特别幸福，感觉自己像个小公主一样被疼爱着。看着小云从一个缺爱的女孩变成幸福的准妈妈，我觉得特别欣慰。这让我更加坚定了要继续做红娘的决心，因为每一段跨越海峡的姻缘，都是两岸一家亲最美好的见证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小云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你们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您的感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最后说一句，真爱是不分地域的，重要的是遇到一个真心对你好的人。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